哎耶！哦，嘿，大家好，我是有昂，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这次我们来开箱的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的锐龙4000系列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具体的机型是 Acer 红旗的传奇14配置是 R54500U 6核6线程的处理器8GB 内存加512G 的固态硬盘，然后是这个带 WiFi 6无线网卡的，价格只要3500元，还是金属外壳，还带指纹识别很像对吧？我是26号在京东抢到的首发，今天终于收到了。大家都知道，笔记本的锐龙3000系列，它实际上是桌面版 Zen Plus 架构的锐龙2000系列的马甲。而真正的 Zen 2架构的桌面锐龙版3000系列，对比上代在各方面的提升都是非常明显的。而现在这个搭载了真正的7纳米工艺的 Zen 2架构的桌面版锐龙3000系列处理器的马甲的笔记本锐龙4000系列处理器的笔记本终于上市了。而且是 R5 开始直接就是6核的版本 ，R7 就是8核的官网还剧透了后面还会出 R9。那么这一次新处理器的性能以及会对英特尔垄断了的中高端笔记本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就非常令人期待了。好，基本情况介绍完，那么来开箱。这个包装还是挺薄的嘛。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封条为什么好像有2层啊？是之前被开过了吗？不管了。电源都是常规配置这个包装有点朴素环保。说明书这里面还有纸皮的吗？质保卡等没人看的东西还有连接到因特网，还不管了。说明书很简单的。机身比想象中的要好，这个做工。这个纸为什么这个真的是之前被人开过然后退回来的吗？不可能的，这是首发呀！不管了，开。首次开机前需要先接入到交流电适配器，现在的笔记本都是这样的。还好，看上去还是挺新的。作为一款3500元的笔记本虽然是首发打折到3500，实际4000这台机器的外观设计以及做工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不少。虽然现在的入门轻薄本都是采用了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的 MacBook Air 设计但是传奇14的这个 C 面做出来的效果给我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转轴的部分增加了这一排 Swift 的小字就让人觉得很有设计感。不过关于这个 C 面的材质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这个外壳上面的这个磨砂的颗粒比较粗，有点奇怪。直到后来我在反面的角落头里发现掉了一点漆，才知道上面这层银色的是涂上去的。虽然后来我拆开确认过 ，C 壳确实是金属的，据说还是镁合金，但是这种工艺的耐用性是个问题。不过值得点赞的是 ，C 壳的边缘有做圆角挡膜，不容易割手，和底盖的结合也不错。转轴可以打到底，还可以单手开启也算可以吧，可以。还有接口方面中规中矩常用的基本上都有了，而且这个 USB Type-C 接口是全功能的，支持充电输入也就是说我可以使用最新的干充电器来降低这个笔记本的旅行重量。毕竟这个原装的65瓦只能充笔记本，不能充手机这个也是65瓦，当然除了笔记本还能充手机，那肯定是这个要方便很多吧。我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它的充电接口在右边，但是电源的指示灯在左边，也就是插了电之后还要再拧过头来这边才能看到有没有插上就很迷惑。好，电也上了，那么我们先开机，等一下再来看键盘、屏幕等其他部分。激活完进入到系统之后，我发现任务栏上面出现了3个非常神奇的 logo， 分别是百度、好123和搜狐，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10几年前用来路不明的 Ghost 装系统的日子。桌面上还能看到附送了腾讯的电脑管家点开开始菜单之后，还能看到不少 Acer 的这些软件这个预装的东西有那么一点多。3500块钱的6核6线程电脑有点香。
然后现在10天已经过去了，关于这台机器的基本测试都已经跑完了，终于可以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台机器的实际表现了。首先是屏幕，14寸 1080p IPS 屏幕可视角度也不错，而且它是 DC 调光，不是 PWM 的。我们使用了能拍真960帧慢动作的索尼 XZ3 进行了屏幕录像出来之后可以发现它是一点闪烁都没有这种屏幕对眼睛会比较好，这个要好评。但是这个屏幕的色彩只能用一坨来形容我测过这么多 IPS 的笔记本屏幕，好像还没有碰到过色域这么低的。实际测出来的色彩容积是50%几 sRGB对，你没听错，是 sRGB， 不是 NTSC， 也就是说 Windows 的那一点基础色彩它都有接近一半显示不出来。成绩刚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不是我们的 i1 Studio 出了什么问题直到我在国外的数据库那里找到这块面板的资料确认到它的标称色域是52%的 sRGB是的，没错，它真的就是这么垃圾。在这块屏幕上面看东西，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明显偏色毕竟很多色彩它本来就显示不出来，只能用别的来代替反正如果你想在这款笔记本上面进行图像处理相关的工作的话外接一块好一点的屏幕是必须的。不知道这台机器的其他批次有没有可能配更好一点的屏幕。过来是键盘，它的字符是镂空的，灯光可以直接从里面透出来，这个要好评。按键的手感我觉得不错，布局也还可以。有2个按键和方向键放在了一起一开始我以为会比较容易误按，实际用下来也还可以。方向键的下方是指纹识别，是最普通的那种，不是和开关键合在一起，一键可以开机解锁的那种，但是总比没有强。过来空格键的下方就是这一块面积比较大的玻璃面板的触摸板这块触摸板的使用体验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的。这块触摸板它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实际操作起来就是非常的灵敏点下去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手感是相当不错的。我个人用下来的体验起码比荣耀的要强，和华为的 MateBook 的锐龙版比较接近，可能还要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好，外设这东西终于看完了，接下来就轮到这台机器的重点，这个锐龙4000 DDR 处理器的实际性能表现了。关键性的还是先来看一下 CPU 的参数，传说中的7纳米4000系列 DDR 版处理器6核6线程的，最大睿频是可以去到 4.0 这样，指令集跟上一代没啥差别。1级、2级缓存跟桌面版的 R53600是一致的但是3级缓存小了，桌面版是2×16的。内存 LPDDR4 8GB16G 的到现在都还没有货，是双通道的，好评。频率是3200，但是这个时序有一点惨。显卡使用最新版的 CPU-Z 和 GPU-Z 都识别不出来不过这个是 PCIe/16 4.0 连接的这个要好评。然后轻薄本的显卡性能主要还是看功耗墙的设置所以下面的这一堆参数就不花功夫去研究了。OK， 终于来到激动人心的跑分成绩时间首先是虽然不太准，但是跑了就干脆也放出来的 CPU-Z 测试。多线程跑分比上代高了接近一半，毕竟是6核6线程打4核8线程，然后单核分已经是超过低压版的 i7 处理器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只放出了之前有跑过的8代 DR 处理器的成绩作为参考当然10代 DR 处理器的性能提升大家懂的。Cinebench 的旧版 R15 4500U 拿到了810多分，距离桌面版的 i5-9400F 差距已经不到100分了。在这个测试中 4500U 的领先幅度没有前面的 CPU-Z 中的那么高，但是也是比 3500U 强了有1/4左右单核性能的提升也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来到 Cinebench 的新版 R20这一次 4500U 的领先幅度又提升上来了，对比 3500U 强了有接近40%这样子。过来是 V-Ray 渲染测试，因为前段时间 V-Ray 的跑分软件做了大版本更新评分的规则变了，所以之前的数据都用不了了。于是这里我临时拿了手上有的华为 MateBook 13跑了一个分出来作为参考对比。CPU 成绩这边新版的 V-Ray 应该是比较吃处理器的单核性能所以 4500U 的提升不算很大。GPU 渲染测试这边的差距也是比较小，4500U 只高了2分这样子还不到10%。最后也是新加入的 W Prime， 因为这个软件可以手动设置使用的线程的数量，所以 4500U 还是快了挺多的。这一次我们还使用了脚本，让这台机器连续跑了20次的 Cinebench R15来考验它在长时间运行时的性能释放表现。从第2轮开始一直到最后，得分都保持在了750分左右，对比有短锐屏的满状态的第1轮只低了几十分这样子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除了 CPU 的理论跑分以外，我们也进行了其他部分的性能测试首先是内存，
写入带宽没有像桌面版的3600那样砍了一半，但是延迟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时序在 i.64 里面识别不正常。硬盘是 PCIe 3.0/4的，性能表现也还可以，具体什么颗粒等下拆出来看一下。以及我们还测试了这个 SSD 的缓存外写入表现，在半盘时进行了100GB 的连续写入，速度一直稳定在500多 MB 每秒，在 TLC 中这个成绩也算是不错了。核显的理论性能，这里跑了3D Mark 的 Fire Strike 场景，4500U 比上一代强了一丢丢，基本可以认为是同一个水平。顺理成章的也跑了一下游戏的测试 ，LOL1080P 中画质兑现80-90帧这样子，但是画质开到超高之后也还是80帧左右，所以应该是 CPU 这边瓶颈了。在游戏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整机输入功耗会稳定在30瓦出头，温度的表现也不错。鬼泣5 720P 全最低画质只有40来帧不过玩起来感觉还挺流畅的，可能因为这个是动作游戏，不是 FPS， 画面视角不需要经常性的大幅度移动。吃鸡也是 720P 全最低画质，在训练场里面都只有40来帧，实战的话不管是找人还是拼枪肯定都没啥优势，可能玩 Lite 版会好一点。CSGO 比前2个游戏的优化要好不少， 720P 中画质是80到120帧这样，也算是能玩吧。蹦蹦蹦桌面版 1080P 低画质，下面的效果全部打开，游戏中大概60多到90帧，场景复杂的时候帧数会掉到40多，不过很快能恢复，大多数时候还是能保持在60帧以上的，再关一点特效应该能更流畅一些。这一代的 APU 感觉在功耗分配上会更倾向于显卡多一点，会优先保证显卡可以达到高频率，但是因为总功率还是有限制，加上核显即使全力了，性能也就那么回事，所以依然是只能玩一些配置要求比较低的游戏，适合办公之余放松一下，想获得比较好的游戏体验，还是需要买带独显的本子。然后我们也测试了一下视频剪辑 4K 素材，我们测试了几种编码格式，不同相机拍出来的素材都有，最好的情况下是素材丢进去的时候能流畅播放但是套上 LUT 或者进行一下简单的调色就会卡到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及时预览。查看后台会发现 CPU 占用是100%，显卡的占用倒是不多。1080P 下就没有这个问题，非常流畅。实际上我们测试了 GoPro 拍的 2.7K 的视频素材，颜色怎么调都没有问题，可以在完整分辨率下进行预览当然想用这台机器进行视频剪辑的话，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屏幕色彩的问题。最后进行的是烤机的测试，单烤 FPU 半小时之后 CPU 频率稳定在 2.7G 左右，温度70多，笔记本来说算凉快了。FPU 加显卡双烤的话 CPU 频率会有所下降，显卡频率也只到750兆赫兹左右，还是功耗强的问题。不过这个状态下温度反而低了一点，看来 CPU 才是主要的发热源。双烤半个小时之后，机身温度最热的地方是转轴出风处，只有38度，背面也是不到40。贴到很近，噪音也只有40分贝出头，算是比较静音了。整体的散热表现还是不错的，换了7纳米工艺之后，新处理器能耗比也可以说相当不错了。我觉得 Acer 这台机器性能释放其实还是有一点保守，功耗再放宽5到10瓦应该都没有问题。拆解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希望这一次脚垫下面没有螺丝吧。Go。卡扣看起来也没啥问题，底盖应该是金属的。整体结构还是比较一目了然的现在笔记本好像都是这么设计的。电池48瓦时，实际跑 PC Mark 8的 Work 场景的续航测试是能达到8个小时以上这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无线网卡是 AX200，目前 PC 平台唯一的 WiFi 6无线网卡。内存在屏蔽罩的底下是焊死的，不能自行升级。SSD 是海力士的 OEM 512GB 的 NVMe 固态。整个 SSD 正反面只有一个芯片单颗粒实现了512GB， 还集成了 NVMe 的主控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了科技的进步。最后这个梦幻单热管散热器，所有肉眼可见的螺丝都在 PCB 的正面所以肯定要拆开来看一下这个新处理器是长什么样的。有点软呢这个 PCB， 这声音有点吓人啊！这个 PCB 太软。是螺丝，这个螺丝会划牙呀。
非常遗憾，因为它的螺丝质量不是很好，我换了几把螺丝刀都没有成功能拧开啊，因为怕导致这个螺丝永久性的滑牙，所以这里只能非常遗憾的选择放弃了。其实包括电池的位置也是挺软的，内部的稳固程度还差一点意思。折腾了这个半个月，终于来到这个总结时间了啊 ！AMD 这次新推出的锐龙4000低压版处理器，不得不说确实是相当的厉害。在这么轻薄的机身里面，可以塞进6核心的处理器啊，功耗和发热都控制得很好，频率也不错啊，单核性能对比上一代有明显的提升。前段时间有人在苹果的 macOS 15.4 Beta 版的系统里面发现了锐龙 APU 的代号，如果苹果真的推出基于锐龙 APU 的 MacBook 啊，那就相当有意思了。毕竟苹果和英特尔的合作已经有10几年了，而且众所周知，这家公司在用户体验方面有着非常严重的强迫症。如果 AMD 这次的新处理器不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势，他们肯定是不会考虑换平台的。然后我们回到红旗的这一台传奇14，在这个价位上来说，它的性能、散热、外观设计以及功能等都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屏幕的色彩和这个 C 壳的耐用度实在是不咋地。在我们这里才用了没几天，这个 C 面已经出现一道明显的划痕了。如果用得粗糙一点的话，估计很快会变成大花脸。所以，如果大家现在不是急着换电脑啊，或者是对这个外观设计以及这个1.2公斤的重量特别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妨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做工更好的型号上市。最后，我们淘宝店的新电源车终于来了，我们谈了好久的 EVGA G2 系列终于谈下来了，具体的型号和价格参考这里。这个 G2 系列是振华代工的啊，是振华的 Leadex 架构。金牌、全模组、全日系电容、DC 10年保修，萌创代理的国行和海运的 Focus 差不多在一个档位上。而且这一次购买1300瓦和1600瓦的型号，还可以获赠一支价值268元的迪奥口红啊，色号是自选的，可以送女神、送女朋友、送老婆啊，实在不行还可以送给妈妈。而且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口红的实际效果，我当然也是会涂一次给大家看看的。肥仔，坐。Oh my god！ 买它，赶紧下单！另外，我们这一次还谈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型号啊，是这个 EVGA 的矿机用途的这个电源啊，是全新的，是1300瓦金牌的。它的具体型号是 EVGA 的1300M1，AT Plus 金牌，全模组，全日系电容，单路正12伏，1300瓦输出，6年保修，价格只要899。而且最厉害的是，它还有德国莱茵的低蓝光护眼认证。我拆开来确认过，这款电源是由台系厂商安利松代工的，不算大厂，但是这款电源的用料特别足，应该是由 EVGA 特别要求的。PCB 的背面有人工加焊的痕迹，比不上一线大厂和振华的风格类似。实际测出来的性能表现也相当的不错，电压偏移在2%以内。1300瓦满负载的情况下，文波只有20多30毫伏，保持时间也是超过20毫秒。因为它是挖矿用途的电源，显卡接口很多，但是只配了1根 CPU 单发拼，所以在我们这里购买这款电源的话，还可以获赠一根由黑伞模组制作的高质量的显卡8拼转 CPU 8拼转换线。对大功率电源有需求的朋友，不妨来看看这一款比长城巨龙还要便宜的传家宝系列电源。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老观众顺便叫新观众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那么下次再见，我是禹王，拜拜。